你以为美国人只有汉堡跟薯条？哎呦，别闹了！美国真正的道地美食，是你走进当地小店，老板连抬头都懒得抬，直接把热腾腾一大盘丢上桌的那种硬派料理。那种外皮一裂开，油就喷出来，汤匙一咬会粘住手指，吃一口嘴角会沾到不知道第几层酱汁的东西，才是美国人从小吃到老的灵魂味道。今天我带你暴力快转整个美国味带，每一道都不是观光客能找得到的假道地，而是真正那种美国人会告诉你，吃这个才算认识美国的本体味觉。记得订阅加点赞，准备好了吗？接下来这10样你没吃过，真的不好意思说你懂美国。第10名，水牛城辣鸡翅。水牛城辣鸡翅 Buffalo Wings， 它实在太美国日常了，日常到你随便走进一家运动酒吧，电视上转着 NBA， 隔壁桌的胖大叔已经啃到满手都是酱。它的做法简单，就是炸鸡翅加辣酱，可真正在的水牛城辣鸡翅是那种外皮刚好炸到微裂，像皮肤被太阳晒出细纹，咬下去会啪一声，然后里面的肉汁直接冲到你舌根，把你吓到轻轻吸一口凉气的那种。真正的灵魂在酱，那不是随便辣椒酱乱抹，而是带点酸、微微辣和有点油香的3段式攻击。第1秒先是酸味敲你门，第2秒辣度冲上来像在打脸，第3秒油香把你舌头整个包住，让你嘴巴像被加温一样。那酸辣比例调不好就变成噪音，调对了就是交响乐。更猛的是水牛城本地名店，例如 Anchor Bar， 他们的酱汁是那种油亮到像刚擦完机车链条的质地，拌上去鸡翅会闪光，像涂了纯油一样邪恶。你吃第一口就让你牙齿抖一下，然后肉汁涌出来的瞬间，你会感觉喉咙上面像被一团热腾腾的油雾抱住，最后辣度才开始上来，不至于痛，但会让你耳朵微热，鼻子冒一点汗。我好像快流汗了，但是我停不下来的节奏会一直循环。而且这种鸡翅吃法讲求粗暴，吃得太优雅反而怪。手指沾满酱，嘴角黏黏的，你边舔手边想再抓下一只。通常一盘点下去都是10几只起跳。假如你吃这个配上冰啤酒，瞬间理解什么叫美国人的周末。第9名，纽约薄片披萨。纽约薄片披萨 New York Slice， 它是那种你半夜肚子饿，钱包只剩几块钱，走在 New York 街头风大道能把你吹到路中央时，一片就能把你救活的东西。真正的纽约披萨是像窗户百叶窗一样，薄到光照得过去，油亮到你拿在手上会听到油往前端滴滴滴地滑下去。它的经典吃法不是切小块，不是用刀叉，而是折起来，像折一张白纸，把它往嘴里推进去。咬下去第1秒，你会先听到外皮的咔嗒脆声，那种脆不是饼干脆，是一种最底部被火炉烤得微微焦黑的酥。接着里面的软面团会回弹，你牙齿咬进去会有那种有弹性的口感。番茄酱占主导地位，酸香香直接贴在你上颚，让你嘴巴里面滑到不行。然后起司被拉起来的时候会牵丝到像蜘蛛网，你要甩2下才断得掉。而且纽约片是街头食品美学的极致。你站在路边，旁边计程车狂按喇叭，地铁风从下水道冒出来，你一手抓着纸盘，一手拿着折好的披萨，把第1口塞进去，然后你会突然理解，难怪纽约客每天都这么干，因为他们连吃东西都用冲的。最爽的瞬间是第2口，当你咬到中间那一圈起司超级密集区，就像嘴里突然爆开一团热热的奶香云，香到你会眯眼。最后剩下的3角尖端是整个披萨最软、最浓、最邪恶的部分，把它放进嘴里那刻，你会感觉整片披萨从硬派纽约街头1秒变成温柔收尾。第8名，德州烟熏牛胸肉。你在德州随便走进一家烤肉店，后厨那台巨型烟熏炉通常已经连烧24小时以上，里面放的牛胸肉大块到像枕头，油亮到光打上去会反射。牛胸肉被撒上盐和黑胡椒这样最原教旨的调味，表面先是湿湿的，接着慢慢在浓烟里形成那层黑道香炭，香到像撒了魔法粉的外壳就是 Texas Smoked Brisket。 真正的德州烟熏肉光切开就有观众，刀子一压下去，外壳发出轻微微沙沙声，肉纤维像丝带一样散开，油脂融到刀上变透明，那一刀你会害怕你的手是切到牛肉还是切到奶油。
端到你面前时，那一块肉通常会软到你用2个手指头轻轻夹就会裂开，抖一下直接散掉。送进嘴里第一口是烟味冲上来，有点像萤火烤棉花糖的那种木头香，只是把甜味换成油香。第2口，牛肉纤维开始在舌头上分裂，每咬一下都有一丝一丝的肉汁在舌面铺开，那种油是温温的、厚厚的，像一层被加热的护唇膏抹在你嘴里。第3口，盐、黑胡椒、牛油3种香气会重叠到你分不清是谁是谁，只剩一个感觉，我现在是在喝肉还是在吃肉。好笑的是，德州人非常认真，他们会看你的吃法，看你有没有把肥肉一起吃。你要是把肥油部分切掉，他们会用兄弟你冒犯了我们祖先的眼神看你，因为肥油才是烟熏肉的核心。德州人认为它不是油，而是那种入口会直接化掉，像喝热奶油一样顺的神圣物质。而且德州吃烟熏肉不用花哨酱料，不用过度调味，不需要餐具技巧，你就抓一块，让它软软垂在叉子上，塞进嘴里，让烟香和油脂在你口腔里开派对。一口之后你会理解为什么德州人讲话慢，动作慢，这是因为他们的食物告诉他们慢一点会更爽。第7名，新英格兰隔离浓汤。新英格兰隔离浓汤会排在第7名，是因为它不是汤，它是浓到可以当涂料用的海味泥浆。你在波士顿随便走进一家老店，点一碗 New England Clam Chowder， 上来通常是白白厚厚一坨，汤匙插进去会被卡住那种粘度。你轻轻舀起一勺，里面是土豆、洋葱、隔离肉3合1，一起堆在你勺子上的重量感，那勺子沉到你会怀疑是不是偷塞1000块进去。真正的第一口不是喝，是咬，入口瞬间是一股奶油和隔离的海味冲撞，奶味先铺一层，厚到像在你舌头上抹润唇膏，然后隔离的咸香往上跳，你会感觉嘴巴被海风、奶油、蒸汽3重加工。土豆煮到软到像在舌头上自己解体，根本不用咀嚼，它就是在你嘴里自动散开，变成一种海鲜马铃薯泥的口感。里面的隔离不是摆好看的，是实打实的咸香。它们切到刚刚好大小，一口咬下去会有一点海味爆汁，但又不会腥，那种来自大西洋的咸香拳头直接打在你的舌头上。再配上那种小贝壳饼干，丢进去会吸汤吸到软到像海绵，你一咬就破掉，里面是满满的奶香咸味，爽度上升2阶。最邪恶的版本是面包碗，汤倒在挖空的酸面包里面，外层面包吸到浓汤后软软湿湿的，里面吸满奶油隔离汤的那块面包塞到嘴里，你会瞬间沉默5秒，喉咙直接被浓汤拖进胃里。那一口让你感受到什么叫冬天活下来真爽的理由。你站在波士顿冬天那个冷到像有人拿冰块在拍你脸的风里，只要喝一口，你全身会像被加温到37度。那温度不是辣，是奶味、海味和温热的那种疗愈感，让你觉得外面风再大都没差，你只想接着再喝下一勺。第6名，路易斯安那浓炖。路易斯安那当地，尤其纽奥良一带，每一家餐厅的 gumbo 都不太一样，但唯一共同点就是它一定稠，一定香到离谱。gumbo 的灵魂是那个名叫 roux 调料，面粉加油慢慢炒，从金色、咖啡色一路炒到深到像巧克力，甚至快接近焦黑，那香味会厚到像烟雾直接在你鼻腔里面搭帐篷，你光闻就知道这锅不简单。接下来丢进秋葵、芹菜、洋葱、青椒，然后是虾、鸡肉、香肠，像一锅从沼泽捞上来的生态系。每一种材料在锅里熬到软的不成形，彼此混在一起变成一种味觉泥流。第一口送进嘴里，你不会感觉是在喝汤，而是浓汤在推你。它会从舌头正面撞进去，厚重、温暖、辛香。香料会一层一层往上叠，有黑胡椒、辣粉、香肠那种烟熏味，还有海鲜的鲜味在后段跳出来，那种味道密到像在叠乐高，每一块都紧密卡住。舌头上会有一种粘着感，不是油腻，是被浓汤包住的那种厚实触感。更狠的是秋葵，秋葵的年华会让整个 gumbo 变得像海鲜版卤肉汁，你吞下去的时候，喉咙会感觉被香料温温划过。然后香肠带来的烟熏味又会跳出来加一拳，肉香直接补刀，你一口接一口会停不下来，
因为 gumbo 就是那种越喝越饿的神奇料理。最道地的吃法是把 gumbo 浇在白饭上，让浓炖像瀑布一样往米上冲。米饭吸进去之后会变得软软黏黏，味道爆炸后，你咬一大口送进去，每粒米都像被涂满香料，整口像被烟熏味，海鲜甜和香料在舌头上开舞会。吃到最后你会开始冒汗，耳朵微热，心脏跳得有点快，但嘴角一直往上扬。第5名，芝加哥深盘披萨。Chicago Deep Dish 一上桌那一瞬间，你会以为服务生端了一个迷你铸铁锅。它不像纽约披萨那种薄片轻盈，它是厚、重、扎实到像把一个番茄火山倒在面皮上。深盘披萨的底层是厚厚的黄油面皮，咬下去会有一种千层但被压到紧密的脆与酥，像饼干和派皮的混种怪物。最狠的是内部结构，起司直接堆到形成奶制品沉积层，厚到你叉子插下去会被起司缠住，抽不起来。再往上是一大盆番茄酱，那不是流动的，是浓稠番茄泥，味道酸甜，而且完全不给你逃跑空间。真正吃深盘的瞬间，是你第一次把叉子从侧边切进去，那感觉不像切披萨，而是手术刀切入一层乳酪地层，刀子被起司绊住一下，然后噗一声番茄酱往外溢，像小喷发。你咬起一块放进嘴里，那是重量级的口感冲击。先是湿湿的番茄酸味冲第一波，再来事后的像牵丝棉被的起司慢慢铺开覆盖你的舌头，最后底部的面皮带来一个酥酥硬硬的收尾。深盘披萨最大特点是你吃不到第3口你就会开始喘气，不是因为辣，是因为太厚，你的嘴巴在认真工作。起司量大到你会以为它在谋杀你，吃到中段你甚至会怀疑，我到底是在吃披萨还是在吃砖呢？但它爽，那种每口都是主菜的满足感，让你吃完后不自觉靠在椅背上叹气。芝加哥人会告诉你，纽约披萨是散步吃的，芝加哥深盘披萨是约会吃一片就吃饱的存在。最邪恶的吃法是加上意大利香肠，香肠油脂被压在起司层下面，热到会一直冒气泡，你挖起来会感觉好像在挖岩浆口。那一口下去，香料香、油香、奶香和番茄酸甜一起炸开，你会感觉整张脸都热掉。第4名，加州卷。什么？这不是日本寿司吗？没错，这来自美国加州，我们就叫它加州卷，也称西方寿司。白米在外面，芝麻点点像撒了滤镜，里面躺着酪梨、黄瓜、蟹肉棒。你夹起一卷，米粒紧到不会散，却又软得刚刚好，一口塞进去，第一秒先感受到酪梨在嘴里一下摊开，像一块滑到不行的小棉枕头在舌尖化掉。下一秒，黄瓜脆脆的、冷冷的，像在你口腔里敲门，把整个口感从软到脆跳一个。然后蟹肉棒的甜味才跳出来，那种海鲜味但不腥的轻松感，会让你有一种可以再吃10个的错觉。整个卷吃起来就像美式寿司专门为了让人好入口而设计的，滑、软、脆3个节奏，非常像在嘴里跑一个迷你过山车。更邪恶的是，美式版本通常会淋一点美乃滋，或者加一点点飞鱼卵。那层美乃滋会让酪梨变得更像奶油，加上米饭的温度轻轻加热它，入口瞬间会像有一层奶香在你的舌头上铺平道路。飞鱼卵咬下去会啵啵啵，小颗粒在齿缝间跳舞，你会不自觉嘴角上扬。加州卷的强是它吃起来完全零门槛，不用懂寿司，不会沾瓦沙米也没差，它就是那种一口下去整个口腔咔嚓打开的清爽感。它不会刺激，不会强攻，但它会让你非常舒服，就像那种你在美国转角随便进一间寿司店点的前菜，结果吃了之后反而比主菜更想再来一盘。第3名，费城起司牛肉三明治。Philly cheesesteak 拿在手上的第一秒，你就知道这不是轻量级选手。你在 Philadelphia 的街头买到的那种面包又长又软，刚烤好，外皮微微脆，内部像棉花一样可以吸汁。真正的爆点在铁板，老板用2只铲子把牛肉片啪啪啪的猛烈拍扁，肉汁被逼出来在铁板上跳舞，空气里都是那种牛肉刚被震醒的香味。牛肉炒到边缘有点焦，却还带着汁，颜色从浅变深，
那种油亮亮的光泽就是等一下会烫到你的预告。然后起司登场。美国传统吃法是丢上一片起司，让它在热度里像熔岩一样慢慢融化，流下去盖住整堆牛肉，像替肉盖上一层黄色棉被。你看到那画面会下意识吞口水，因为它不是单纯的起司，是那种黏、滑、浓、狠的起司壁垒。组合好之后被塞进柔软的长堡面包里，你一口咬下去，先是面包的香，然后牛肉汁直接冲出来占据你的舌头，牛肉的鲜味在嘴里炸开，炒过的洋葱甜甜的补第二刀，起司随着温度一路滑进你喉咙，把整口味道粘起来，像在你嘴里拉一条浓度很高的风味丝线。第二口才是高潮，因为它开始滴汁。真正好吃的费城三明治，牛肉汁会从面包底部慢慢渗出来，你咬一口会感觉整个三明治往下摊一点，肉和起司在你嘴里合体，像一个高热量的怪兽张开双手抱住你。那一刻你会本能地闭上眼睛，因为香气太密集，肉香、油香、洋葱香、起司香全部挤到你鼻子里，把你整个味觉塞爆。吃到一半的时候，面包被肉汁渗得稍微湿湿的，你再咬下去，它会软软塌塌的，把所有味道压进你舌头里。这个阶段你会完全停不下来，不是因为饿，而是因为脑袋已经进入一种暗爽模式。第二名，南方炸鸡 Southern Fried Chicken 端上桌，不用靠近，你就听得到它外皮正在叭叭叭的脱油，那声音像在对你挑衅。真正的南方炸鸡，外皮碎片一层一层鼓起来，裂开，再堆起来，像酥脆火山地貌。你用手指轻轻捏，都会掉下一两片酥皮，像金黄色雪花。第一口咬下去，那酥脆的声音是牙齿正式跟南方炸鸡签订契约的声音。外皮脆得毫不讲理，你咬开瞬间，里面的肉汁会像被挤压出来的小温泉，慢慢往你舌头流。那骨汁是热的、甜的、咸的三合一，像鸡肉的灵魂被熬到浓缩后，统统灌进肉纤维里。南方炸鸡的香料不是表面抹一点，是整只鸡泡进去。蒜粉、黑胡椒、卡宴辣椒粉、辣椒碎、红椒粉、盐，这些东西渗进肉里之后，每咬一下，舌头都会被轻轻地电一下。不是辣到喷火的那种，而是那种会让你耳朵微微热的舒服辣度。美国南方人说这是灵魂调味，你吃了几口会懂，它是在用味道把你抓着不放。第二口开始，你会感觉鸡皮和鸡肉一起的进嘴里，外皮碎得像饼干，肉却嫩到像有人在里面塞了一块蒸蛋。你舌头轻轻压一下，那些原本听起来会油腻的油脂竟然变成香味扩散器，把鸡肉的甜味推得更明显。最狠的是腿排或大鸡腿，你咬下去肉会直接从骨头那边滑出来一点，那种快掉下来的软嫩会让你下意识用嘴多吸一下，把味道统统抓回来。更绝的是南方人会配腌黄瓜或凉拌甘蓝。炸鸡的热，香料的辣，肉汁的甜，再加上烟雾的酸，4个风味一起冲上来，会让你瞬间清醒又继续沉沦。吃完你会喘一口气，然后说一句：我靠，这真的太好吃了。第一名，汉堡。汉堡不用我多说，全世界都知道的美国美食，外层烤到深棕色，边缘带一点焦黑，面包被烤得外脆内软，手指一压会回弹，你光拿起来，牛肉汁已经开始想办法从侧边偷偷滴下来。第一口咬下去，先是面包轻轻裂开，然后牙齿撞到牛肉饼外层那层微焦脆皮，下一秒牛肉汁直接爆出来，像小型温泉被你咬破。那骨汁不是油腻，是浓、香、热，那种牛肉本体味满到让你舌头会轻轻抖一下。起司通常在这个时候融化成一条黄色瀑布粘在肉上，咬开会牵丝，像在你嘴里盖上一条暖暖的奶香毛毯。酸黄瓜负责跳出来切一下油腻，让你舌头清醒个3秒。洋葱一口咬下去，甜味和腥味冲上鼻腔，把整口味道往上推一阶。番茄跟生菜在旁边当清新背景板，提供一点脆一点凉，让重口味的牛肉有地方着陆。最爽的瞬间是你吃到中间的那一口牛肉饼最后汁最多、起司最黏的地方，那一口像是整颗汉堡的核心能量点，咬下去会有一种阿干，这才是人生的温热冲击。你的嘴会被满满的肉汁灌到无法讲话，
只能发出这种原始声音。它不是小吃，是直球攻击你的味蕾，迫使你幸福的重量级武器。每一口都在告诉你，简单的东西，只要材料够狠，就能把你整个灵魂压在椅子上动不了。美国的味道，没有一本教科书可以解释，因为它不是精致料理，而是一个国家怎么把爽这件事做到极限的集合。无论是能喷汁的炸鸡，能粘牙的深盘披萨，还是一口咬下去肉汁像在你嘴里开派对的汉堡，每一道都不是讲究优雅，而是讲究诚意、分量、直球。好了，除了汉堡，你们吃过那一道美国道地美食呢？留言告诉我，记得订阅和点赞，我们下期见。